你好，今天我要说关于中国的9件事，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不知道。好，第一件事是关于结婚。在你们的国家，结婚多少钱？在中国，以前如果你要结婚是9块钱。现在呢？现在如果你要结婚，不要钱，对，是免费的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很多人不要结婚，所以现在在中国结婚不要钱，免费。好，第二件事是，如果中国人要去台湾，要去香港，要去澳门，我们不可以直接去，我们需要证。对，去台湾我们需要2个证，去澳门、去香港我们需要1个证。然后如果我要去台湾，非常麻烦。所以我很想去台湾，可是我还没有去过台湾。你呢？如果你要去台湾，你需要1个证吗？好，第3件事，可能你觉得中国人很多，你去美国，你可以看到很多中国人；你去日本，你可以看到很多中国人；你去澳大利亚，你也可以看到很多中国人。所以，可能你觉得大部分中国人会去外国，对吗？其实在中国不到10%的人有护照。对，你知道如果你要去外国，你需要有护照，可是在中国只有不到10%的人有护照，所以是很少的中国人可以去外国。可能因为他没有钱，可能因为他不想去，对，但是大部分中国人是不出国的。虽然你可以看到很多中国人。第4件事，你知道现在我说汉语也叫中文，其实汉语是中国汉族的语言。中国一共有56个民族，对，汉族，我就是汉族，汉族是最大的，别的我们叫少数民族。中国有很多少数民族。一般来说，我们说我们有55个，但是我知道我们有更多的少数民族。很多少数民族有他们自己的语言，有他们自己的衣服，甚至他们有自己的文字。比如说，中国有傣族，你看，他们看起来很像泰国人。中国也有朝鲜族，他们看起来很像韩国人。中国也有俄罗斯族，他们看起来像俄罗斯人。对，所以中国有很多少数民族。我觉得少数民族让中国更有意思。
如果你去云南，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少数民族，你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特别的菜，所以我觉得云南非常有意思。好，第5件事我要说说，如果一个人是一个少数民族，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？我觉得一般来说是一件好事。我知道在中国，如果你是少数民族，你可以在高考的时候加5分、10分或者20分。对，高考就是高中最后一个考试，也是大学以前的一个考试。在中国，高考非常非常难，可能是最难最难的考试。所以，如果高考你可以加分，是很好的事。但是我去查了，我发现少数民族加分可能会越来越少，可能有一天少数民族也不可以加分。还有一个是，以前中国人只可以生一个孩子，生一个孩子对汉族非常非常严格，但是对少数民族没有那么严格。有的少数民族可以生更多的孩子。第6件事。在中国有一个东西叫户口，比如说我在福建出生，所以我的户口在福建。如果我要在北京买一个房子，会很麻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北京的户口。如果我有一个孩子，我的孩子要去北京的小学、中学，也很麻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北京的户口。那你觉得中国人可以不可以改我们的户口？是可以的，有的城市不那么难，比较简单。可是有的城市很难，比如说北京、上海，因为北京和上海，他们的学校是最好的，他们的医院是最好的。那如果一个中国人住在北京，他没有北京的户口，然后他有一个孩子，怎么办？我觉得，如果你没有北京户口，如果你有很多很多钱，没问题，你可以送你的孩子去私立学校，对，很贵的私立学校。如果你没有钱，没有户口，没有很好的工作，如果你去不了北京的公立学校，那可能很多很多人要把他们的孩子送回老家。对，所以如果你住在北京，没有北京户口，没有很多很多钱，没有很好的工作，是很麻烦的。第7件事，在中国，我觉得中国的大学学费很便宜，不贵。对，在我的大学，我们的学费每年不到$700，然后大部分的人住在学校，可是我们的住宿费也很便宜，不到$200。
吃饭也很便宜，可能不到$2。我的学校不是最便宜的，所以你可以去更便宜的学校。我的学校也不是最贵的，所以当然也有更贵的学校。可是总的来说，我觉得在中国大学真的很便宜。因为我觉得在美国、在澳大利亚、在英国都很贵。在你的国家呢？你的大学学费多少钱？第8件事，我要说说移民。你知道吗？在很多国家，如果你看到中国人，很多人是福建人和广东人。对，以前这2个地方的人最喜欢去外国工作生活。比如说，我就是一个福建人，所以以前如果你在外国，然后你吃中国菜，一般来说是广东菜，比如说 yum cha。对 ，yum cha 在中文是早茶，早茶就是广东菜。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去外国，现在你可以看到很多上海人、北京人，还有中国的东北人都很多。但是我觉得最多还是福建人，还有广东人。好，第9件事，也是最后一件事，是你知道在1980年，中国有独生子女政策，就是你只可以生1个孩子。然后2015年，中国有2孩政策，就是你可以生2个孩子。那现在中国有3孩政策，你可以生3个孩子。对，所以在中国生孩子的政策一直在变。好，今天我说了关于中国的9件事，你听了9件事，你觉得哪一件是最奇怪？你可以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下次见，谢谢，拜拜。